自从做了几期游乐园事故，有好多朋友都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说，看了我的视频再也不敢去游乐园了，突然觉得满满的负罪感。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夸张吧。个人觉得游乐园的事故率应该比飞机的事故率还要低得多。之所以各位觉得焦虑，那是因为当我把这些事故案例都总结在一起，并且单独拿出来详细讲，就会让各位觉得怎么成天都有意外在发生。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可能就是一条新闻，今天看了明天忘，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焦虑啊，该玩玩，但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乐园，就比如迪士尼，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它曾经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当然本期视频并没有要黑它的意思，一个主题乐园想要在运营成熟的道路上，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和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那就是游乐园事故率的高低并不是游乐园设施本身的问题，而是监管部门和保养维护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和人扯不开关系。如果每个乐园都能做到按时检查和维修护理，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了？那本期就和各位盘点一下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迪士尼究竟去世过多少人。去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小伙伴可以发表一下，哪个项目让你大排长队呢？是飞越地平线、七小矮人矿山车、极速光轮，还是雷鸣山漂流？有没有过2刷3刷的呢？作为全球顶级的乐园之一，多年来迪士尼的热度依然不减。目前全球一共有6座迪士尼乐园，分别坐落于美国洛杉矶、奥兰多、日本东京、法国巴黎以及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而奥兰多迪士尼是全球面积最大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总面积达到了122平方公里，是上海的30倍大，而且里面分为好几个园区，想要玩完恐怕得准备个4、5天。那今天我们就单从美国本土的2个迪士尼作为统计，毕竟历史悠久，事故率也相对高一些。其他几个乐园不是没有事故，但时间摆在那里，相对来说会少得多。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拥有60多个游乐设施和景点，该园于1955年开放，也是全球第一个迪士尼乐园，而奥兰多的则在16年后才开业，但它却被叫做迪士尼世界，这一听就显得更大更丰富。该园拥有多个度假村、水上乐园和主题公园，包括魔法王国、未来世界、动物王国和迪士尼好莱坞影城。根据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 DAM 的数据统计，自1964年第一个人在迪士尼乐园去世到2022年5月17日，这俩园一共有87人死于84起不同的事故。这些事故当中包含了自杀、谋杀、车祸、疾病、溺水、各种设施障碍以及自然原因。受害者年龄分别是10岁以下儿童占15%，11岁至18岁青少年占17%，19岁至64岁成年人占44%，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占9%。另外还有15%年龄不详。而在这些去世的人中，又有21%是园区的工作人员，剩余的79%是游客。那这么多事故在本期全部讲出来肯定不太现实，我就按照时间线挑几个着重讲一讲。第一位也是第一个在迪士尼去世的人，年仅15岁的马克·梅普尔斯。事故发生于1964年，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第一座云霄飞车名叫马特洪峰，这是一座与瑞士山同名的游乐设施，有过山车轨道内外相连。据说这个项目每年载客量约为500万人次，有着极好的安全记录，但还是留下了2起难以置信的黑历史。众所周知，无论你在游乐园玩什么项目，安全带是唯一能够保护你的装置，所有人都应该乖乖地坐在里面系上安全带。但是马克却不信邪。1964年5月，马克乘坐了马特洪峰，在骑行过程当中，他叉着双腿享受着飞行，突然他站了起来，接下来只听砰的一声，马克随之消失。骑行结束后，他的同伴立刻报告了他的失踪。后来警方在马特洪峰内部1/3处的岩架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部严重受伤，经过几天的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有人推测是安全带出现故障松了，还有人认为是马克自己或者同伴胡闹解开了安全带导致的。总之众说纷纭，不管真相如何，这也成为了迪士尼乐园历史上发生的第1起致命事件。然而20年后，安全记录再次被打破。1984年1月3日，遇难者是48岁的瑞吉娜。在骑行过程当中，瑞吉娜从座位掉到了轨道上，然后被下一辆高速行驶的轨道车碾过，画面惨不忍睹。事发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她的安全带竟然都没有系好，所以在外力的作用下被甩了出去。随后就发生了可怕的悲剧，血腥的场面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瑞吉娜的家属起诉了迪士尼乐园，坚持认为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是马特洪峰的工作人员疏忽了，没有妥善检查乘客的安全带，
据说后来迪士尼乐园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给家属才和解。这次事故之后，马特洪峰的安全设备也更换成为了卡扣式安全带，类似于汽车安全带的装置，更加牢固。不过迪士尼乐园还是声明，这一改变与瑞吉娜的意外死亡无关。1974年6月29日，迪士尼乐园推出了一项名为“美国歌唱”的设施。这一设施的前身就是一个旋转木马，经过一系列改造后重新亮相。但没想到，还不到1个星期就发生了意外。18岁的黛博拉·斯通是该设施的一名暑期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观众进入座位区的时候进行欢迎致意，在长达24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再引导观众离开。7月8日这一天，黛博拉和往常一样站在舞台左侧，他通过麦克风欢迎所有的观众，引导他们来到旋转木马的第一场景。然而，事故发生了。黛博拉不知怎么的跌倒在了旋转墙和固定平台之间，这里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他就是这样被困在里面。现场有一位名叫丹尼尔·罗宾逊的游客，他当时和家人们坐在剧场的前排，无意间发现了这一情况。据他回忆，他听到了一声惨叫后，立刻告知了工作人员，设法寻求帮助，但为时已晚，黛博拉活生生的被碾死了。据说黛博拉当时并不该出现在那里，不过没有人知道是由于培训不足，还是他个人失误造成的。反正在他去世后，该设施关闭了2天，重新安装了警示牌和隔离墙，只要有人距离危险区域太近，就会发出警告，以防悲剧再次发生。后来黛博拉的去世还一度成为了都市传说，许多游客都声称在该设施里面看到了他的冤魂。每当过节，迪士尼乐园总能让游客感受到满满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圣诞节来临之际，乐园会迎来巨大的客流，每一个橱窗都经过精心布置，让游客沉浸其中。1988年的平安夜也不例外，迪士尼乐园爆满，所有游乐设施都换上了圣诞节主题，特别应景。其中一个设施名叫哥伦比亚号帆船，这是一艘美国老式帆船的复制品，船身高大。平安夜当天，哥伦比亚号帆船挤满了游客，和往常一样，帆船绕着河流航行，然后沿着轨道缓缓进入码头。但事发时，返回码头的船速明显过快，一名工作人员试图抛出缆绳使船固定，但没想到绳子越拉越紧，最后竟然把一个7斤多重的金属甲板从船上扯了下来，甲板砸向了码头附近准备登船的游客。不幸的是，一名33岁的工程师被击中头部，死于脑出血和颅骨骨折，他的妻子也遭受了可怕的面部创伤。除此之外，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多名游客也受到了轻伤。经过调查，哥伦比亚号帆船的情况其实很糟糕，木材出现脆弱老化的现象，经常需要维修，而且缆绳照理应该采用容易断裂的麻绳，但不知为何被一种更便宜的弹性尼龙绳所取代。所以当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帆船正在越过码头，使劲拉绳子后，绳子不仅没断，反倒成为了致命武器。迪士尼乐园被指责严重缺少操作培训。此事过后，乐园给大多数游乐设施都安排了领班，附近警察局也在公园内部部署了警官，以加快响应速度。玩过7个小矮人矿山车的小伙伴还有印象吗？从外表来看，虽然说是个过山车，但它是在地面上的，非常的低，比起那些需要飞上天的过山车，有点小巫见大巫。可实际上玩起来，它有很多弯道，感觉随时都会被甩出去，比想象当中要刺激得多。然而，在2003年9月，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一个类似项目——大雷山铁路矿山车就发生了悲剧。当时22岁的马塞洛·托雷斯坐在第一个位置，列车发动后，他们正在加速穿过人造的沙漠景观，然后上坡进入隧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列车竟然在这个时候脱轨了。马塞洛受伤严重，当场死亡。他的同伴情况也不容乐观，头部、面部、胸部多处受伤。事发后，有些乘客从车上爬了下来，跑出去求救，还有的乘客被困在隧道里面整整1个多小时，消防员和急救人员才将其救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的脱轨明显是可以避免的。根据调查人员透露，在事故发生前30分钟，就有工作人员听到异常的叮当声，但这不寻常的噪音并没有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他们放任过山车继续运行，1次、2次、3次，就这样运行了整整12次，噪音依然存在。于是工作人员保着侥幸心理，决定再运行最后1次。可惜上天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眷顾你，这第13次的运行最终成为了亡命之旅。这次的罪魁祸首是机车左导向轮组件上的2个螺栓，它们的脱落导致车轴卡住，火车头向下俯冲，后面部分就撞到了隧道的顶部，而且这股力量扯断了牵引杆，导致列车脱轨。最后，一名机械师被指责没有拧紧螺栓，工作人员也缺少检查，
而且，关于迪士尼乐园的设施维修和维护工作的工人之间，竟然可以用相互代签来完成。据员工透露，迪士尼乐园为了节约数百万美元的维修成本，从人员配置到维护程序都做了很大的调整。此事过后，迪士尼乐园重新对机械师、维修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除了这些重大的伤亡事故，迪士尼乐园还发生过不少另类惨剧。就比如，在1966年6月17日，一名19岁的男子试图爬上单轨轨道潜入乐园，他无视安保人员警告，结果被火车撞倒并碾过，不治身亡。1967年8月，一名16岁的男孩在穿过隧道时，在2辆移动的列车之间横跳，结果跌到了轨道上。然而，迎面驶来的一列火车将他压在了车轮下，将他的身体拖了好几十米远，最后被一名乘务员拦住。2000年6月25日，一名23岁的女子结束印第安纳琼斯骑行后，就抱怨头痛，晚上就突发脑出血入院治疗，后来在9月1日死于脑动脉瘤。2005年2月，一名77岁的妇女在乘坐加勒比海盗后失去知觉并死亡，法医报告称受害者身体状况很差，有过中风史。2007年12月18日，一名44岁的男子在动物王国过山车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令人诟病的是，乐园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很差，就连最基本的心脏除颤器都没有。2009年7月5日，一名21岁的单轨列车司机因换轨故障与另外一辆单轨列车相撞而丧生。2009年8月6日，一名47岁的迪士尼表演者在杰克船长的海盗表演中受伤，最后因伤势过重，几天后死亡。2010年4月1日，一名10岁的男孩在迪士尼的荒野堡骑自行车时被一辆公交车撞死。2011年3月14日，迪士尼工作人员在动物王国修理过山车时遇难。当然，这些都只是意外的一部分，还有一些自然死亡、自杀、谋杀，包括醉酒溺死的，这些其实都和迪士尼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但都被归类于迪士尼去世列表里面。所以各位想想，在美国迪士尼开放这60几年的时间里面，一共去世了87人，相比于每年有几千万游客的吞吐量来看，就不值得一提了。看到这里，各位还会焦虑自己赶上游乐园的意外事故吗？况且退1万步来说，大部分致命事故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在那个时候各种管理都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这一次次的意外，游乐园才会变得更加安全，事故率也会越来越少。不单单是迪士尼，其他游乐园也是一样的，像设施老旧、维修不善、缺少培训、人为失误等等，都是造成致命悲剧的重要原因。但只要工作人员在一次次的教训当中加强防范，都会使得出意外的概率大大降低。另外，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也能有效消除不必要的安全隐患。那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安全教育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是希望大家谨记于心，时刻紧绷安全弦，防范于未然。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亲身经历过游乐园事故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发生在乌克兰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令人闻风丧胆。当时切尔诺贝利的居民不得不放弃一切，背井离乡，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当然，也有胆子大的人事后又返回切尔诺贝利居住。不过，照理说，生活在辐射之下的人寿命会大大减短。但是有目击者称，在切尔诺贝利看到了严重变异的一家人，可能这也不能算是人了。那么，到底是超自然现象，还是真的遇到了变异家族呢？那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朝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看看这个住在切尔诺贝利的变异家族吧。在1986年的4月26日上午，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向空中释放了大量的放射性粒子。这次的辐射量是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总和的200倍。意外发生之后，31人在这场事故当中丧生。刚开始，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消防队员和救护人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野外已经含有辐射的危险。为了控制核电站射程的扩散，在10天的时间里面，当局立刻派人将13万居民撤离家园，其中约有5万人是居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里皮亚季镇居民。大家都跑来跑去，父母们赶着去幼儿园接小孩，他们以为顶多离开3-4天就会回来，甚至都没有带任何保暖的衣物，就被赶上了转移的大巴车。被人遗弃的普里皮亚季镇很快便出现了狼、野马、野猪和海狸等野生动物，但是有许多动物的基因都突变了，在那里发现的动物多长2只脚什么的都已经不足为奇。但是有数百个家庭离开后，仍然不愿意放弃这里的一切，于是又回到了禁区生活。尽管政府强烈疏散居民，
但仍然大约有150人居住在禁区。可能有小伙伴们会担心，这些人还好吗？毕竟生活在高辐射地区，人体受到的伤害可不是开玩笑的。然而可怕的是，有个科斯洛夫家庭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他们不再像是正常的人类。科斯洛夫一家正是当时重返家园的一员。拉塞特·科斯洛夫是一名历史教授，与妻子雷娜育有3个孩子。在1980年的时候，他们搬到了普里皮亚季市，定居在核电站附近的一栋大楼里面。在这个新家，他们度过了6年的愉快时光。但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不久，普里皮亚季作为离核电站最近的城市，自然是不能待了。在政府的强力疏散下，拉塞特一家被迫离开了小镇。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一穷二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在不久之后，科斯洛夫一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那就是回家。他们明明知道高辐射的存在，这对他们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也毫不在乎。科斯洛夫一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即使这意味着要迎接生命的倒数。然而根据他们的亲戚描述，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戴着防毒面具走在回去的路上。后来便再也没有与科斯洛夫一家接触过了，因为当时有研究指出，在高辐射区，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只能活几个小时，成年人也最多可以存活24个小时，所以幸存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亲戚们也自然以为他们早就去世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惨痛的记忆就像是隐隐作痛的伤疤，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于是乌克兰政府决定把切尔诺贝利进行重建，建设成一个遗址供后人铭记。人们也很好奇，那些居住在切尔诺贝利的人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据说在景点开放之后，就有好几个游客都说看到了科斯洛夫一家。其中一个游客在切尔诺贝利的一座建筑物的窗户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其他游客则是看到了他们家的3个孩子。可怕的是，他们一家人从外貌到言行举止根本就已经不像是人类了，没有人敢靠近他们。拉塞特的脸已经扭曲变形，在另外一家全家照里面，他们一家人的脸上只有2个眼睛和1个嘴巴了，看上去像是3个黑洞，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此外，还有许多游客报告，他们的手臂又薄又长，像是变形了的树干。关于科斯洛夫一家的流言很快便传播开来。生活在高辐射区的人真的会变成变异的怪物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放射性物质几乎无孔不入。根据数据，乌克兰地区数万平方公里的肥沃良田都造成了污染，250多万人因此还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了47.3万多名的儿童。人们几乎无处可逃，因为根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这数据简直令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因此有许多人都觉得，游客们看到的变异家庭也绝对不是闹鬼，因为在持续的核辐射影响之外，他们不可能在那里生活这么多年。而且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都30多年过去了，难道孩子们都没有长大吗？怎么看到的还是3个孩子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科斯洛夫一家的传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许多游客都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女人和3个孩子，他们本可以在核事故当中成功撤离并幸存下来，但是他们却重返事故发生地，变成了变异的家庭。难道他们真的是被核辐射影响成这样的吗？还是说游客看到的只是鬼影呢？然而变异家庭的传说无疑是给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地区增加了一些恐怖的元素，很多人将其称之为鬼城。一些胆子大的人更是想进入这片荒废的城市当中探索，一睹变异家庭的真容。但是关于科斯洛夫一家的照片与资料似乎是拼凑而成的，也就是说变异家庭的传说很有可能是虚假的故事。果然发现这个面部相当扭曲的人根本就不是拉塞特，而是英国的一名演员，叫做亚当·皮尔森。在5岁的时候，亚当不小心撞到了头，没想到凸起的肿块久久没能愈合，随后他被诊断出患有神经纤维瘤，这种疾病会导致非癌性肿瘤在神经组织上生长，那也就是说凸起的肿块将跟随他一生。所以亚当从小就被当作怪胎，受尽了凌辱。而在变异家庭的传说当中，亚当的照片又被错误地指认为受辐射影响的畸形人，而他的疾病非常罕见，50%的病例是遗传性的，50%是由自发突变引起的，和辐射毫无关系，真的是很不礼貌。既然这张是假的照片，那这张五口之家的合照也自然是胡乱拼凑的。确实，这张合照是出自于琳达·德鲁斯的博客。在2009年的7月10日，他发布了一篇文章，纪念全家的趣味跑步活动，又上传了1984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格林贝拍摄的照片。然而，就是这张五口之家的照片以讹传讹，一直被误认为是科斯洛夫一家变异前的样子。那么说的话，那几张变异后的照片又是出自哪里呢？其实那些照片都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像是戴着诡异的面具，眼神空洞悲凉。
感觉下一秒就要显现出原形，把所有的一切都吞噬了。其中一张古老的肖像画是拍摄于19世纪，是一个名叫康奈尔的加拿大家庭。肖像画中描绘的是位家族代代相传的女性，况且连性别都对应不上，更是离谱。另外一张眼神空洞的五口之家的照片，实际上是一个叫做泽维尔·林奇的英国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在2011年的9月，他把照片发表在一个名叫“美术中的无限性”的主题网站当中。其实除了这张照片之外，泽维尔·林奇还有许多类似风格的作品都被称作为艺术的无限性。这下就真的搞清楚了，不然就差点上当了。重建后的切尔诺贝利没有变成鬼城，也没有变异家庭的存在，更是没有什么超自然现象。科斯洛夫一家的传言更像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不过说实话，第一个编出这种事情的人还真的是结合时事，有理有据，不深挖还真的看不出是假的。那可能有小伙伴们会很好奇，那些回到切尔诺贝利的居民真的就没事吗？据了解，目前该地区大约有150人居住，平均寿命为75岁。一位叫做埃夫格尼的老人说，自己在8岁那年就搬到了切尔诺贝利了。这座城市给了他们种植的粮食，免于挨饿的机会，所以他对于这片土地有深深的感情。在事故发生之后，埃夫格尼和其他的人一样被赶出了这座城市，但是在外游荡的他并不安心，于是设法在该辐射站找到了一份工作。从那以后，埃夫格尼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禁区。他也在花园里面种植蔬菜，除了提供给核电站员工之外，这些农作物还可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埃夫格尼也会前往禁区之外的城市里购买。尽管政府不停地疏散人员，但像埃夫格尼这样不想在外漂泊的人还是有很多的。玛利亚和家人在避难所待了2个月，也坐不住了，于是一家人穿过森林，回到了禁区。曾经繁荣的故乡一下子就变成了废墟，让所有人都很难过。虽然玛利亚抱怨过，自从回来后就很少能和亲戚见面了，但她并不后悔回到故土，因为在异乡，他们没有任何的归属感。玛利亚也坦言，辐射会造成怎么样的后遗症，她无法预估。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她还是希望终有一天，切尔诺贝利能够恢复生机。当然了，当年暴露于过度辐射的人当中，确实多多少少会引起身体的异常，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也有人平安健康的生活着。如今，随着切尔诺贝利禁区旅游业的发展，这座城市的恐怖传说也逐渐消散。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当年废墟建筑物的全貌。前往旅游的人也要严格遵守规则，比如游客必须乘坐专门的巴士，到达现场之后不得接触任何物体或植被，甚至不得坐在地上。离开现场也必须用身体扫描仪测试辐射水平。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吧，在这个恐怖故事的背后，还有一段惨痛的历史。如今，切尔诺贝利地区试图进行恢复。如果这个景点还能够保证旅客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展出，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亲眼看一看世界上最严重的放射性事故现场，那还算得上是有教育意义的吧。不过不管怎么样，这场灾难的痕迹将永远被记住，永远沉淀在历史的长河里面。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如果说你们平时在游乐园里面看到一些人体模型，或者是鬼屋门口的死人模型，会不会被吓一跳呢？但是内心还是充满愉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保证你们以后看到的假人模型都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实正正也讲了不少类似于木乃伊的真实事件，多数都是恋尸癖把尸体做成了木乃伊存放在家里面，棚住屋檐下面。但是这起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真实事件里面，这个木乃伊跟着嘉年华巡回演出了50年之久，甚至登上了电视，轰动了好莱坞。那么它是如何隐藏了50多年呢？这个木乃伊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下面就和正正一起走进1976年的12月8日。1976年的12月8日，一档名叫600万美元的男人的电视节目的一名制作人正在公园的游乐场里面拍摄场景。在拍摄过程中，他指导工作人员安排一个假人，将其喷上颜料，装饰着绞索。4年来，这个假人模型一直吊在绞刑架上，随意丢弃在角落里面。工作人员在移动假人模型的时候摇摇晃晃，突然意外发生了，这个假人模型竟然裂开了，而且一只手臂也折断了。令人震惊的是，那只胳膊上有一根很明显的骨头，并且通过断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人体的肌肉组织。这下这些工作人员都惊呆了，一个假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成一具尸体呢？而且是存放了好久的干尸，这可真的是比小说还离奇。随后一切工作暂停，警察、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都被叫来检查。警察和医生接到电话都以为是普通的尸体，然而赶到现场之后，他们也都惊呆了，这哪里只是脱水了的尸体啊，分明就是一具完整的木乃伊啊！随后尸体被送往洛杉矶的验尸官办公室，之后的报告得出死因是中枪而亡。这具尸体已经严重萎缩，瘦得像
皮包骨，许多部位都已经磨损得面目全非了。更可怕的是，为了适用套索，他的脖子上被钻了一个洞，洞口还渗出了不明液体的迹象，胸前有铜套子弹。最初警方毫无头绪，但在尸体的嘴里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是1924年犯罪博物馆的门票和一枚硬币。在俄克拉荷马的几位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发现了不明液体是在1900年代初期使用的防腐液，确认了尸体的身份是阿尔默·麦卡迪。这个神秘的木乃伊背后的传奇故事随后被揭开了，他生前身后所经历的一切也都展示在了世人面前。麦卡迪出生于1880年的元旦，母亲是未婚先孕生下他的，所以没有人知道父亲到底是谁。为了避免独自抚养私生子的坏名声，麦卡迪小时候就被亲戚家收养了。等他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变得愤愤不平。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酗酒，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水管工学徒，直到1898年经济不景气之前的那些日子都过得很舒坦。随后他没有逃过失业的命运，加上亲人相继离世，他独自在美国东部流浪。但由于酗酒的习惯，工作搞得一团糟。在1907年，他加入了美国陆军，对硝酸甘油这一炸药的爆炸元素有了最初步的了解。服役4年后，麦卡迪开始和朋友收集盗窃工具、火药、凿子、钱袋、钢锯等等，开始到处偷盗和抢劫，过上了偷偷摸摸的生活。他还加入了一个骗子集团，并在太平洋地区犯下了一连串拙劣可笑的银行和铁路抢劫案。1911年，麦卡迪和3个同伙打算抢劫一列火车，因为听说上面有一个装有4000美金的保险柜。他们迫使火车停下后，麦卡迪把硝酸甘油放在了保险柜门口，但是没有控制好用量，保险柜被炸毁，大部分钱也都融化了，只获得450美金。没过几个月，麦卡迪和同伙又开始抢劫银行，用锤子花了2个小时才打破银行的墙壁，在金库门口放了硝酸甘油装料，炸毁了保险库的门，但内部纹丝不动，只偷走了大约150美元的硬币。逃跑的时候跳上了火车，分道扬镳。麦卡迪随后来到了附近的一个牧场找朋友，开始了整天在干草堆上酗酒的日子。随后麦卡迪死于一场抢劫案中。10月4日，他和一帮匪徒计划抢劫一辆据说装有40万美元的火车，但是倒霉的是又搞乌龙了，他们抢错了火车，列车上全部的乘客加起来只抢到了45美金和一瓶威士忌，还有一件外套和一块手表。这被当时的报纸称作为火车抢劫史上最小的一起案件。麦卡迪对此很失望，回到了之前藏身的牧场，喝起了刚偷来的威士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悬赏了2000美元。在10月7日的凌晨，3个警察发现了他，麦卡迪向他们开枪。在大约1个小时的对战当中，麦卡迪中枪身亡了。回顾一生，作为一个贼，麦卡迪也算是糟糕的了。他生前毫无成就，但死后却以木乃伊的形式名声大噪。后来，麦卡迪的遗体被送往帕胡斯卡的一家殡仪馆里，整整6个月都没人前来认领。通常对于这种无人认领的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来继续保存，等待亲人。早在南北战争时期，防腐师会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摆放在太平间里面，不仅是为了帮助鉴别身份，也是为了宣传他们的防腐义务。当无人认领麦卡迪尸体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支付其保管费用。殡仪馆馆长约翰逊决定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还添加了砷元素的超强防腐剂。他给尸体刮了脸，将其穿上西装存放起来。约翰逊拒绝埋葬或者释放尸体，直到他得到应有的报酬为止。然后约翰逊决定展出麦卡迪的尸体得以赚钱。他将尸体穿上了街头服装，手中拿着步枪，将其站在殡仪馆的角落，像榕树一样支撑了5年之久。约翰逊向游客收取5美分，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死者。更可怕的是，游客通过尸体的嘴巴塞硬币交门票钱。虽然在某些习俗当中，过世的人嘴里确实要含着东西才能保佑他安息，但是这种投币的方式无疑是最不尊重死者的方式。这还不是最出格的，据说有一次孩子们在胡闹，还把旱冰鞋套在了他的脚上，这个假人模型在房子里滚来滚去，孩子们还乐此不疲。这画面感让你们想象一下，这也太诡异了吧。为了增加噱头，麦卡迪还有许多艺名，比如不肯放弃的强盗、俄克拉荷马州的著名歹徒和防腐的强盗等，以及最终的千岁老人。他成功的让一家殡仪馆成为热门景点。约翰逊收到了许多出售麦卡迪尸体的邀约，但都拒绝了。用约翰逊而言，他的人类木乃伊的标本是非卖品，更何况这尸体已经成为了他的摇钱树，怎么可能轻易相让呢？5年后，这引起了嘉年华狂欢节的主办方的注意，想买走展示在狂欢节中赚钱。约翰逊不想卖掉这具尸体，但是狂欢节主办方担心某天尸体会被亲属领走，于是2个男人拜访了这座殡仪馆，声称是麦卡迪失散多年的兄弟，他们要把尸体认领回去，为自己的亲人举行体面的葬礼。约翰逊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允许把麦卡迪的尸体带到他的家乡，让他安息。相反，他不仅没有得到安息，接下来的10几年里面，麦卡迪的尸体穿越了整个美国，不是在巡回演出，就是在去展出的路上。在盛大的嘉年华狂欢节中，他一直都是头条热门新闻，与许多重量级的人物一起出场。这个尸体也落入了想要从中获利的不同人的手中，出现在各个地方。
包括拉尔莫尔山附近的游乐园、好莱坞蜡像馆和几个闹鬼的房子里。渐渐的，随着公众的好奇心减弱，麦卡迪出场的收入也越来越低，逐渐被人遗忘，最终被存放在洛杉矶的一个仓库当中。在那里，他度过了20年的痛苦。随后，在1968年，他被卖给了现已倒闭的好莱坞蜡像馆，被称作千岁老人。蜡像馆在当年关闭的时候，麦卡迪和其他正宗的蜡像人混在一起，最终被卖给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游乐园。在那里，他被涂上颜料，并用于夹脚架吊起来作为装饰。但其实绝大部分之后买下尸体的人也其实都不知道实情，都以为是假人模型，和尸体的许多主人一样。公园里的游客也都认为那是假人。在发现尸体的1976年，警方确认了他是麦卡迪的尸体，并将其埋葬在俄克拉荷马州格斯里的山顶景观公墓，从而结束了他四处展示漂泊的命运。麦卡迪的一生诉说了一个曲折的故事，但是看完这个故事，你很有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麦卡迪不仅仅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人形展示品，也不只是历史上的一则奇闻异事，它也承载了一个不安的灵魂。麦卡迪生前活得像行尸走肉，走上了歧途。如果他的童年生活美满，是不是也不会变成这样呢？起码在死后可以安静的离开，成为游走在人世间真正的行尸走肉。如果那天在游乐园没有人发现他是真人尸体，那么麦卡迪可能还要继续悬挂在绞刑架上当人体模型几十年，孩子们仍然会在他面前嬉戏打闹，永远也不知道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恐怖装饰，而是一个真正的死尸，而且是死了很久很久的尸体。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麦卡迪的一生，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